同学们，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溶解期区悠长由其两项渗流的 Vogel 方程。我们知道 Vogel 方程应用起来简单方便，但只适用于理想完散井。由于油田中理想的完散井很少，要么是有伤害的非完散井，要么是经过酸化会压裂的超完散井。怎么办呢？方法就一个，通俗的讲，就是给 Vogel 方程打补丁。这就是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Vogel 方程的史丹丁修正。早在1970年，美国学者史丹丁就提出了 Vogel 方程的修正方法。在讲修正方法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完散井和不完散井和超完散井的基本概念。油井完散不完散是从完井的角度来讲的。完井的目的是建立地层与井筒的沟通渠道，因此理想的完散井指的是：第一，井筒与地层之间流动面积最大；第二，井底附近地层没有伤害；第三，地层流体通过完井段不会发生流线弯曲或流线汇聚，造成附加的阻力损失。油井是否完散的表征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用表皮系数来表征。当表皮系数 S 等于0，表示理想完散井； S 大于0，表示油井不完散； S 小于0，表示油井超完散。我们知道，当油井偏离理想完散井时，流体从地层流入井底，将产生附加的表皮压降 ΔP SK。 它的计算公式如下：假设理想完散井达到给定产量扣0所需的井底流压为 Pwf 一撇，那么表皮系数为 S 的油井达到相同产量所需的井底压力为 Pwf 等于理想井的流动压力 Pwf 一撇减去渗流附加阻力 ΔP SK， 如图所示。当表皮系数 S 大于0，对应的附加阻力损失大于0，所需的生产压差更大，油井不完散。当 S 等于0，附加阻力损失也等于0，油井完散。当 S 小于0，对应的附加阻力损失小于0，所需生产压差更小，油井超完散。方式二，流动效率表征。为了修正 Vogel 方程，史丹丁引入了流动效率 EF 的概念，定义为相同产量下理想完散井的生产压差与实际生产压差之比。其公式表示为：当 F1 小于1时，表皮系数 S 大于0，油井不完散，对应的附加阻力损失 ΔPSK 大于0，所需的生产压差更大。当流动效率 F1 等于1时，表皮系数 S 等于0，油井属于完散井，相应的附加阻力损失 ΔPSK 等于0。当流动效率 F1 大于1时，表皮系数小于0，油井属于超完散，相应的附加阻力损失 ΔPSK 小于0，达到相同产量所需的压差更小。对于圆形封闭油舱中的一口直井来说，流动效率与表皮系数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稳定示井的方法得到油井的表皮系数 S， 从而得到油井的流动效率 EF。 当我们明确了完散井的概念和表征方法以后，下面我们来学习史丹丁修正方法。我们知道 Vogel 方程对于理想完散井是适用的。为了以示区别，理想完散井的井底流压用 Pwf 一撇表示，
最大潜在产量用 Collin-Marx EF 等于1表示。这样，理想完山井的 Vogel 方程表示为，我们知道流动效率 EF 表示的是相同产量下理想完山井生产压差与实际井生产压差之比。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到理想完山井井底压力与实际井的井底压力的关系为 PWF 一撇等于 PR 减掉 EF 乘以 PR 减掉 PWF。大家知道，这个井底压力关系成立的条件是理想井和实际井获得的产量是相同的。因此，斯丹利认为，只要假设一个实际井的井底压力 PWF， 代入上面的公式，用实际井的流动效率 EF， 就可以求出达到相同产量 Q0下对应的理想完善井所需要的井底流压 PWF 一撇。然后借助理想井的 Vogel 方程，用 PWF 一撇算出理想完善井的产量 Q0。根据 EF 的定义，该产量也是实际井的产量。我们重复这一过程，就可以绘制出非完善井的 IPR 曲线。下面以一口实例井来阐述非完善井 IPR 曲线的斯丹利修正方法。已知溶解区气油舱中油井 C 的平均油层压力为14兆帕，其流动效率为 EF 等于 0.8。当测试流压为11兆帕时的测试产量为30方每天，是绘制该井的 IPR 曲线。由于该井的流动效率 F1 等于 0.8， 因此它是非完善井。IPR 曲线的具体绘制步骤为：第一，把实际井测试点转化为完善井测试点，利用实际井测试点数据算出相同产量下理想井的井底流压，这就相当于取得了该井在完善状态下的测试点数据。根据计算得知，产量为30方每天时，理想井的井底流压为 11.6 兆帕。第二，利用完善井测试点计算完善井最大产量，把得到的完善井测试点数据代入理想井的 Vogel 方程，即可求得该井在完善状态下的最大产量 Collin-Marx EF 等于1。根据计算，其结果为 105.5 方每天。第三，假设一个实际井的井底流压 PWF， 利用公式可以计算出 F1 等于 0.8 时对应的理想井的井底流压 PWF 一撇。根据理想井的 PWF 一撇，用完善井 Vogel 方程可以计算出完善井的产量 Q0。根据 EF 的定义，这个产量也就是实际井的产量。第五，我们重复这一过程，就可以得到实际井在不同的井底流压下相对应的产油量，就可以绘制出实际井的 IPR 曲线，如图所示。从实例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当流动效率 F1 小于1时，斯丹利修正方法可以获得非完善井完整的 IPR 曲线。但是，当 F1 大于1时，即油井是超完善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获得完整的 IPR 曲线，如图所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斯丹利方法
修正的实质是从完善井的 Vogel 曲线推演出非完善井的 IPR 曲线的。也就是说，斯坦丁方法算出的油井产量是不可能超过完善井的最大产量的。一旦超过 Vogel 方程，就不再成立。因此 F1 大于1时，获得的 IPR 曲线肯定不完整。右图是斯坦丁发表的 F1 等于 0.5 到 1.5 区间的油井 IPR 曲线。为了弥补斯坦丁方法的不足，学者 Harrison 提供了 F1 在1到 2.5 范围内的修正方程。通过这个方程，我们获得的 IPR 曲线形态就是完整的。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完整掌握了油漆两相渗流时的 IPR 曲线绘制方法，包括精确计算法、理想井的 Vogel 方程以及非完善井的斯坦丁修正方法。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4点：第一，油漆两相渗流精确计算法过程繁琐；第二，Vogel 方程简单，但只适用于完善井；第三，斯坦丁修正适合于流动效率 F1 小于 1.5；第四，绘制 IPR 曲线需要2个现场测试点。下节课我们将学习单向流与油漆两相流组合的 IPR 曲线。